你有没有运势很差的时候？明明实力很强，却每次离自己的目标差之毫厘，久而久之开始怀疑自我，继而变得麻木，最后彻底躺平，接受现实。有人说，人的一生就是无限下落的过程，赛车手也不例外。1987年出生的霍肯伯格是近几年围场内出场频率最高的替补车手。当正式车手因为生病或其他原因无法参赛时，领队们便会一个电话打给这个超级代驾，让他放下手头一切事务，迅速奔赴现场参加比赛。但过程中只需要尽力完赛即可，没人会关心他的名次，即使偶尔取得好成绩，也不太有机会继续下一场，因为那取决于正式车手的身体状况。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就是霍肯伯格30岁之后职业生涯的常态。他一直没有完全退出 F1， 但又好像早已远离了这个舞台。但10多年前，当他以 GP2 冠军身份来到 F1 时，情况与现在完全不同。2010年的 F1 是一个群雄争霸、人才辈出的年代。虽然竞争很激烈，但绰号为绿巨人的德国人还是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其中一个席位，并且在处子赛季就驾驶着威廉姆斯赛车在巴西站排位赛上以1秒多的优势击败了开着红牛的维特尔。车王经纪人更是直言霍肯伯格的表现让他想到了年轻时的舒马赫，一切似乎要朝着美好的方向发展。德国人的运势看起来也将如同他过往的经历那般一路长虹。但这个星球上想开 F1 的人太多了，其中就包括霍肯伯格在 GP2 的手下败将帕斯托尔、马尔多纳多。马球王在霍肯伯格晋级 F1 之后，终于拿到了 GP2 冠军，于是他将目光瞄准了后者在威廉姆斯的席位。历史悠久的威队虽然拿下过9次世界冠军，但近年来却经营不善，举步维艰。因此，当他们考虑车手时，速度将不再是唯一选项。而马尔多纳多的背后正是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于是，马球王凭借雄厚的资金支持，轻易地拿走了原本属于霍肯伯格的席位。从此之后，霍肯伯格的运势一落千丈，只能在中游车队之间混迹，参加了近200场比赛，却从未上过领奖台。即使他多次帮助车队获得出色的排名，坐上地球组头把交椅，但是他没有在任何大奖赛的周末享受过众人的欢呼。当昔日的队友先后登上领奖台，甚至马球王都获得了分站冠军时，霍肯伯格却仿佛被诅咒了一般，每次眼看就要成功，却总会遭遇意外，不是赛道事故就是机械故障。就这样，这个曾经在卡丁车和低组别方程式领域拿冠军拿到手软登领奖台犹如家常便饭的德国人，创造了一项另类纪录：184场比赛不上领奖台， F1 历史之最。时间一晃就是10年，当霍肯伯格度过自己35岁的生日时，德国人在赛道上所能展现的速度和激情已大不如前。毕竟同一时期的马球王早在7年前就已经退役，现在的围场是年轻人的天下。看起来绿巨人在 F1 的职业生涯将很快迎来句点。但这名超级代驾的内心深处始终觉得还有一件未完之事，这关乎一名车手的尊严。他可以输给汉密尔顿那样的世界冠军，也可以败给马格努森这样的画龙大师，但他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放弃。他在 F1 还没有登上领奖台，还没有对着众人振臂高呼，还没有亲自奏响德意志之歌。如果就此放弃，那将是自己一生的遗憾。于是当霍肯伯格又一次选择踏上征途时，车迷们为之动容。虽然面对一众95后甚至00后的同场竞技，即使是曾经的天才车手也很难占到什么便宜，甚至会继续刷新令人尴尬的记录。但德国人义无反顾，他的眼神中充满着不输于年轻人的热情与渴望。也许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每一次努力都可以是全新的起点。当霍肯伯格选择跳出自己的舒适区，挥洒汗水，燃烧生命，勇往直前，驰而不息的时候，他已经站在了人生的领奖台上。